今天又有哪些事儿？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儿。一起来看7周年特别版小黑屋吧。我是 TFBOYS 王俊凯，你是 TFBOYS 杨千玺。你继续。你说啊，好，我是 TFBOYS 王野。我是 TFBOYS 杨千玺。首先一起欢迎我们的主持人朱真哥。耶！我是 TFBOYS 的歌迷朱真，大家好啊！小凯、小杨、千玺，你们好吗？挺好的，哇，挺好的。其实大家呢看着直播，心里面真的充满着好多的期待惊喜。在这个8月，又到了我们所有梦想会成真的一个大 party、大的纪念日的时刻了。那感谢大家收看由网易云音乐打造的我们2020年 TFBOYS 日光旅行7周年演唱会。只有在网易云音乐独家才能看到我们今天发生的所有的精彩时刻。那其实我觉得在前段时间我们在微博上面进行了官宣，这一次的演唱会的主题叫日光旅行嘛。我们觉得把日光和旅行可以分开2层意思来解读。日光给人很多不同的一种感觉，像它是很温暖的、很和煦的、充满希望的。当然，日光还能够给人感觉非常的耀眼。你们3位就是身上自带耀眼的光芒嘛。那我们今天的这片舞台也同样非常耀眼，从一开场到诺亚方舟在演唱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感觉到真的很耀眼？有没有，小凯？是的，很耀眼。因为这次诺亚方舟它的舞美做的就是，有一种让大家流连忘返的感觉吧，就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次的灯光什么的，也暗示这次演唱会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这样子，对。是。哎，那小然呢？怎么会想到用日光旅行来作为你们演唱会的名字？你的感觉呢？哦，对，其实，我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就听到日光这个词，就觉得非常的阳光，充满了希望，包括很有能量的感觉，充满了能量。然后我觉得日光也可以代表一直升起的希望吧。我觉得像我们出道7年这一段旅程，也就是一直伴随着日光，充满着日光，充满着希望。然后，我觉得也是对未来的人生的一个美好的期许吧。是。那千玺呢？我觉得日光代表着希望跟美好，然后我们也出道7年了，然后希望我们能一直给大家带来一些积极乐观的影响。然后今天晚上演唱会也是希望能给大家传递快乐和温暖。是的，那其实呢，这个日光啊，如果和旅行在一起的话，它将会变成你们演唱会的主题。其实演唱会用日光旅行作为主题的话，肯定会也有你们特别的一个用意，要不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小凯，我觉得更多的意义就是一种希望跟光明吧，就是因为今年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重拾就是向着希望向着阳光一起去保持良好的心态去面对每一次的挑战。这样。是的，小袁。对，其实说到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年份比较特殊，对，然后我们这次演唱会也非常特殊，是我们第一次做线上演唱会，所以就希望说呈现更好的舞台，回馈给喜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那千玺也说一说。对，我们开场歌曲《诺亚方舟》是跟日光旅行这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的，就希望大家能坐着诺亚方舟，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一场特别的旅行。是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从这个日光词当中解读出了很多的一个概念。其实不仅仅说到日光旅行，然后我们的日光旅行的同时，也能够体会到这一份很特殊的耀眼。在这里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那就是这一次呢，网易云音乐特别推出了4套日光旅行的7周年主题盲盒。那其中有一套的公仔造型就是 TFBOYS 在诺亚方舟里的造型，大家是不是也特别的期待？3位，你们期待吗？期待。是，到时候也希望大家好好珍藏在你的家里面，对不对？说回演唱会啊，其实我们发现从2018年开始，我们都会通过演唱会来推出一些新歌给到各位喜欢你们的歌迷。那从2018年的时候是喜欢你，19年的时候就6周年是第一次告白，到今年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啊，从歌名来说的话，它好像就是很像生活这种情感推演的过程，好像都有着一定的联系。你们会这样觉得吗？
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吧。就其实主要这几首歌还是表达对于一直以来大家陪伴的这种感谢之情。对，希望这种轻松愉快的其实这种歌曲的气氛能够感染到大家。是，小袁呢？其实我觉得打比方说，像今年的歌曲《和你在一起》，当然3首歌都蛮好听，都很朗朗上口啊。是，但我觉得像今年这首《和你在一起》，就像喜欢我们的人、陪伴我们的人说一句：无论你在哪里，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舞台什么形式的，我们的心意都和大家一直在一起的。是，千玺。和你在一起这首歌就是很轻快，然后也很有活力。就是谢谢粉丝朋友们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陪伴。对，其实我发现啊，歌名虽然叫和你在一起，其实也是和你们在一起，支持和喜欢你们的那么多朋友都和你们在一起，对吧？聊到现在，我发现啊，这个演唱会啊，在演唱会的主题海报上面，除了主标题“日光旅行”以外，还有用拼音在上面拼了一个“出去玩”3个字，这是一个像一个副标题一样的隐藏概念啊。旅行和音乐有时候就是这样，它都能够给人心灵上带来一种治愈感。如果你心情不好，你听听音乐，或者走出去到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感受一下那种卸下包袱、卸下所有心里面的这种疲惫，这种感觉是旅行带给你的感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也想出去玩、出去看看、出去走走？小凯，当然是有的，因为比如说就是一段可能时间比较紧凑或者高强度的一个学习或者工作之后，其实大家可能的心情就都会想出去走一走，因为其实在大自然中去放松自己，我觉得这种解压方式还挺有效的吧，我也觉得挺向往的。对，是，小袁你觉得呢？对，确实是这样。就像我自己，比如说压力大的时候啊，或者工作忙的时候，都想有机会出去放空一下，然后听听音乐。就很希望去一些，比如说大自然、海边，就是和城市不太一样的地方，看到更多新的环境，见到更多的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对，包括有时候写歌的灵感也会从这些地方迸发出来，这样。哦，还真说对了，有些时候创作的灵感也来源于旅行过程当中的发现。是的，那千玺会觉得旅行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旅行会让人很放松，然后也会让人内心变得很平静，因为会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遇到新的人跟新的事情，然后也会有一些新的感悟。是，其实我们既然说我们今天是一场演唱会，也是一次欢聚，那其实当然应该回忆一下我们整个在这个7年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成长和收获。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去想，哎，经过了这7年，我心里面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是最自豪的？你们是不是也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觉得7年间最自豪的事情？小凯会觉得，我觉得最自豪的应该是上春晚吧，就是因为我还记得我们3个第一次要登上春晚舞台的那种，就是大家又很紧张又很兴奋的那种心情，就大家要互帮互助，一起加油打劲这种感觉啊。圆儿呢？我也差不多，我也觉得应该是上春晚吧，因为春晚是一个全国人民都会看的舞台，而且每一次我们3个都在一起表演了很多好听的、不错的歌曲，像什么我和2035有个约啊，我们就是追梦人啊，等等等等的，就老百姓们每年都能看到我们，就很自豪。对，你们的音乐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对吧？千玺。我也是，我觉得我们能连续5年登上春晚，挺幸运的。其实啊，开场的时候我们都提到了，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环节也是7周年的小黑屋特别版。那么关于小黑屋的话题，其实会有很多，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那所以呢，其实在过去那么多次我们有过的经历当中，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也回忆一下，有哪些小黑屋的情节设计是你们印象特别深刻，到现在还记得的有吗？就一提到小黑屋，我想起来了，哎，在那一刻玩的那个游戏，那个互动，让自己好难忘。小凯，我记得挺多的，就之前玩很多小游戏嘛，哎，小游戏，对，比如说什么狼人杀呀、Uno 啊，这些纸牌的游戏。但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就是不眨眼，1分钟不眨眼那个。1分钟不眨眼啊！对对对，是对，因为就当时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就是睁眼吧，他们俩都是闭眼的。
对，想到自己当时了，对不对？对。哎，那小袁呢？我觉得真的是有好多，现在突然还想不太起来，但我记得应该是有接歌游戏吧，就是接唱什么的，对。啊，接歌游戏，为什么你会对接歌游戏会这么感兴趣啊？聊到音乐就来兴趣了，对不对？平时，对，就是大家一起接歌挺好玩的。是，那千玺觉得呢？小黑屋。我对那个歌曲倒放，而且是加速倒放，我印象挺深啊，对对对，那个很好玩，就倒放加速，然后猜到底是哪首歌，对吧？对，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在过去小黑屋那么多难忘的环节当中，其实有可能每个人都会掀起了好像那些回忆。这其实就是在周年庆的舞台上，像我们的这样的周年，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庆祝，也是歌迷在一起大家共同的庆祝。通过这些聊天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了7周年演唱会舞台上会有更多精彩部分即将要发生。那其实我们看到这片舞台如此耀眼，不仅仅是 TFBOYS 付出，同时也是很多工作人员台前幕后默默的努力的付出，我们也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里要说上几声感谢，感谢超过186项严格水质把控，纯净好水，悦享健康。感谢纯悦对本次演唱会的大力支持。统一鲜橙多，多 C 多鲜多漂亮。感谢统一鲜橙多对本次演唱会的大力支持。上千款零食就在百草味，感谢百草味品牌对本次演唱会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要请导播老师把画面呢切回我们的演唱会现场，请大家继续观看由网易云音乐独家上线的2020 TFBOYS 日光旅行7周。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网易云音乐独家上线的2020 TFBOYS 日光旅行7周年演唱会的直播互动现场。那其实刚才在《和你在一起》的这首歌当中就唱到了，和你一起一定会有默契嘛，对不对？接下来就是考验默契的时刻了。3位接下来呢，你们多互动。我会少说一点，不要经常是我提问你们来回答，搞得我像上网课一样。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互动游戏，就是先来让你们看看你们面前的这个密码箱，里面装着的玄机到底会是什么？其实也是为了感谢你们到直播间能够和这么多的朋友大家共同分享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为你们是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不能直接给你们，而是需要完成解密，找到密码，打开密码箱才能够获取。要不你们先猜一下，你们这个密码箱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7周年相关的一些东西吧。好，那小然呢？我觉得既然这次我们叫日光旅行，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一张机票啊？出去玩的机票，又是旅行的机票是吗？好，来，千玺来猜一猜。对。反正肯定是对我们3个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吧。好像都说的有点关联，但是又没有完全说中。没关系啊，到底答案是什么，一会儿就可以揭晓了。先来说一下整个的游戏规则。那我们的这个游戏呢，一共要进行3轮，每轮呢都会有1位先来挑选一个你们面前的道具。然后你挑好了以后，另外的2位组合成员将会再挑一个和这个道具相关的另外2个道具，由3位共同协作来在道具当中找出其中的密码。每一轮次的游戏当中都会出现一个2位数的数字，3轮游戏过后会看到一个6位数的数字，只要找准确了就可以打开你们面前的密码箱了，好不好？我们先请小凯来跟我们说一下你面前有些什么道具。游戏道具我面前有一个密码箱，然后呢有这个上面是有字的4张卡片，然后还有一个乐谱夹，上面有一张简谱，这边还有一个中国地图，然后这里是个杯子，然后这个里面放了一些剪刀啊、马克笔、尺子这种工具，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logo，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小圆儿也展示一下你面前的道具。对我也差不多，反正这里也比较好玩，有一架小钢琴，真的可以出声音的。
对，迷你小钢琴，然后有一张火车票，有一张火车票，然后也是其他东西差不多。哎，我的话筒怎么断了？没断。然后有一个，OK，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有一张不知所谓的卡片，差不多就这样。大卡片，是，也有一些文具，我看你面前，对啊，千玺，对我也有文具和是你的 logo，都有看到。我千玺这边是相册，好像是一个相册，是，然后沙漏，然后也是徽章和文具，然后一张明信片，后边还写了字儿，然后4张带着字儿的卡片。带字儿的卡片就没了。好，那接下来呢，就请小凯来找出你觉得你想参与在第1轮游戏当中的那件道具，这很关键啊。那我就是我面前这个简谱夹，简谱是一个乐谱对吧？啊，乐谱和乐谱夹啊。哎，那接下来小袁，在上面有一些那如果是乐谱的话，对。我说，如果是乐谱的话，我这就肯定就选这个小钢琴了。对，这是有关联的，对不对？都和音乐相关。那千玺这边选什么？你这边好像没什么我这好像没有跟乐谱相关的东西。但我这个上面它其实有写简谱，是哆来咪咪咪咪咪咪re re re so re， 应该是这首歌曲感觉很熟悉。拉嗦发咪发嗦哆嗦咪。那就是我们的时光嘛，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时光。所以呢，我千玺的线，要么是千玺，要不就是跟时光有关系，要么就是相册。记录应该是相册吧，要不？哎，我们的时光好像和这2样都有点关联，你会选什么？那我就选相册呗。相册，要不打开看一下。打开。第1张是我们的3个人的合照，然后第2个就是风景，第3张还是合照，然后后面我大概看一眼啊，后面好像都是风景跟一些小动物，最后一张不一样，最后一张写着顺序反转，感觉你好像找对东西了啊。那你们自己来拼凑一下吧。这个好像是第1张相片跟第3张相片，1跟3，然后他说顺序反转是不是就是3跟1？这么简单吗？这么简单吗？很有道理啊！恭喜你们3合1，还真的对了，就是这个意思。第1个我们的通关的这个密码，前2位的数字还真的是就是3合1。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第2轮了。第2轮，请小袁先挑道具。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有什么线索，所以我就选火车票吧。好，车票哪儿到哪儿的？但我的火车，对，我的火车票，火车票是西宁到昆明的。好 ，OK， 来，接下来，小凯。那火车票我肯定是就是那个地图嘛，就是上面，因为我这个地图上面就是中国的地名都有，所以应该是火车票应该是用这个笔去把它连起来吧。你刚刚是从哪来着，元哥？西宁到昆明。西宁到昆明啊，然后呢？没了。哎。这边的线索好像到这儿断了，那接下来千玺，你这边是不是应该也要来选一下？我这儿有一个有关系的明信片，然后它后边也写了字儿，它写的是“to广州的朋友，我要去银川了，来自天津的小明。”to广州的不是连一下，我要去银川了。我这个应该是个1和7，来给我们看看。我画错了一笔。对哦，还真是哎。通过地点的连线得出了1和7，我们是不是真的设计的太简单了？恭喜你们又对了。对了，所以我们的第2轮的通关的密码就是1和7。
接下来是千玺进行第3轮的道具挑选。那我就挑我面前这4个卡片吧，因为它后面的背景跟我们的主视觉海报的图片是一样的。然后稍微组合一下，就是左右移动4个字。好。因为我这边其实也有相同的类型的卡纸，我这个是上下分割。哟，还真是都有哎，感觉线索提示很明确啊。接下来小圆儿，那我应该是知道我这张卡是干嘛的了，因为也是跟主视觉海报一样，但是我知道了，等我一下，我知道了。对，我把它给剪一下，然后左右移动，上下分割，应该就对了。我看一下啊，本来是这样的，然后左右移动，上下分割，是一个18数字1和8。是你的答案吗？为什么不是0呢？哎，对啊，但对哦，但它中间有一个横线。对，所以应该是8。对，恭喜18对了。那这样来的话，3个就是轮次当中产生的数字都出来了，311718，对吧？就是这个密码呗。密码，311718。不对啊，是不是不对？要不然试试？不对啊。那就反过来，181731，817113。你自己想。行了。可以试一下。也不对。开了吗？然后173118呢？1731118。哎，我这个死机了！等一下，死机了，我这个。怎么回事啊？我开了。哎，等一下，你们先不把它打开啊，先不把它打开。我们在这边先问你们一下，为什么有人打开了，但是先不拿里面的东西啊？是1173118这个数字，你知道是有什么的寓意吗？1731118。对。1731118。为什么呢？哎，先不打开，先不把它拿出来。你觉得为什么？小凯，你们是觉得是这一个密码？这个数字当中藏着什么样的玄机？这个数字当中，好像没什么意义啊。应该是有什么特殊纪念意义的数字吧？我也不懂。小人这边有想得到些什么吗？不知道，也不知道。一般6位数都是生日什么的，但是这个也不对啊。所以不太知道。千玺有想到一些吗？反正肯定跟我们仨有关系。具体什么数字太长了也不知道。是啊，我来公布一下吧。这个数字是2个数字相乘得出的一个结果，是2013乘以86，就等于1731118。201386。这个数字密码应该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含义了，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也是所有人都会记得的，你们的出道的那一天，成军的那一天。然后同时呢，相乘以后得出了我们7周年时候的特殊密码，可以打开看一下密码箱里面的东西。是给你们的礼物。是什么呢？这不是我自己的东西吗？悄悄的藏进去了。哎，怎么锁了？哎，等一下，我的卡了。我都打不开了，就里边应该就是自己的话筒。嗨，1731118又开了。好，来这边大家看到了，其实是你们为大家唱出心声的麦克风。其实这份礼物也是良好的寓意啊，在未来呢，也是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支麦克风，唱出更多的内心，给到更多支持和喜爱你们的歌迷，听到你们的音乐作品，好吧？好的。好，加油啦！谢谢。那接下来呢，要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继续把画面切回我们的演唱会现场，让我们继续观看由网易云音乐独家上线的2020 TFBOYS 日光旅行7周年演唱会。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网易云音乐独家上线的2020 TFBOYS 日光旅行7周年的演唱会直播互动现场，咱们继续咱们的诸真有约啊！别问，问就是我也是5G 冲浪选手。接下来我有一大段话要说，大家可以把更多的视线目光焦点集中在我头上的3位你喜欢的人身上。今年是 TFBOYS 成军的第7个年头，也是网易云音乐陪伴用户走过的第7年。前不久呢，网易云音乐发起了这么一项行动，就是7这一个数字的征集活动。很多的用户，他们都用自己或自己身边的朋友的故事和经历，来用一个关键词的方式来告诉到了我们。就因为赋予了自己的特殊经历，所以呢会显得更加的具有特殊的意义，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最终啊，我们从众多云村用户的留言当中挑选了18个关键词，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是随机分配到各位的桌上，你们一人桌上有6个关键词，其实呢都是和7这一元素有相关的关键词。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玩一个故事接龙的游戏。3位现在你们可以各自从桌上挑一个关键词展示给大家看，先从小凯开始。我的是快乐，快乐。好，接下来小圆，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挑的是什么？一家人。千玺呢？一家人。我是生日蛋糕。生日蛋糕。好，故事接龙还不是这么简单的，我还要给你们设计一些小难度。就是这个故事啊，都是很精炼的小故事。我们有一个主题，这一个主题叫有趣的回忆杀。有趣的回忆杀，3个人想一想。先由小凯开始。我开始，我就编故事。小时候，小时候有一天放学很早，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一天刚好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当时天空中飘着鹅毛般的雪花，我快乐地回到了家中。说完了。快乐。小人接着说。怎么接？怎么接？地面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寒风刮在脸上，有些疼。尽管天气十分恶劣，但我们一家人还是出了门，因为有一家人，因为千玺，因为今天我过生日，没想到因为下大雪，很多甜品店都关门了，走了很远很远，我才找到一家，最终我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好，算圆了啊！这整个故事说圆了。哎，这是小时候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经历吗？没有，还是就掰的？掰的，因为小时候都没有下过雪。对，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就当成啊，对，小时候不下雪，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这样好不好？就是每一题其实都有一个我限定的一个风格，看看你们会怎么样来作答，都是故事接龙啊。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下，从小圆开始，抽一张关键词给大家看一下。哦，好，我抽一张啊。旅行。接下来千玺展示一下你的。手电筒。最后这个故事要圆在小凯身上。天空。各位，接下来我这个难度啊要提升一点。我们要来一个倒叙的故事，从现在说到以前。小圆开始。跟做题一样。小圆想一想。好难啊！在这一次的旅行中，遇到了很多困难，遇到了很多危险，但是这次旅行的最后让我明白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危险，只要不放弃希望，最后都会见到阳光。哎呀，好励志！千玺，见到阳光。突然，我发现一个手电筒，然后这个手电筒就带着我走出了迷宫一样的小镇。耶，刚才感觉好像故事结束了，又被你带入了一个新的故事。来，接下来是小凯。这个小镇它飘在天空上。飘在天空上。我叫它天空之城。哦，怪不得。
这是我在这个小镇上待的第7天。我吃完我身上最后的食物之后，踏上了旅程。哎，好，那一个故事就完成了，是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遐想的空间啊。那我们接下来第3组马上要开始了，这一次是从千玺开始，来先挑一个关键词。自行车，自行车。下一位是小凯。妹妹，自行车，妹妹。小人挑的是我这个是礼物。礼物，好。接下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风格啊，是悬疑风。自行车啊，妹妹礼物，悬疑风。按照刚才大家抽的顺序先后，想一想故事怎么圆。当我看到这辆自行车的时候，我特别诧异，这是为什么呢？哎，好悬疑啊！为什么呢？小凯因为这辆自行车，因为这辆自行车的旁边站了一个长发比肩的妹妹。自行车旁边站了一个长发比肩的妹妹。小圆怎么结尾？看你来结，悬疑啊！然后这个妹妹送给了我一个包装特别精美的礼物盒。当我把这个礼物盒拿回家拆开的时候，发现礼物盒里面是一撮头发。你这不是悬疑，是惊悚啊！这个叫惊悚吗？对，有悬疑啊！好，你说的都对。好，来，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故事，虽然不长，你仔细想想这个画面，其实还有细思极恐的部分。我们来看下一组关键词，又到小凯开始了。我的朋友，你们的歌。来，接下来下一个，看一下啊。小圆挑中的是打篮球。打篮球，好，千玺挑中的是哪个关键词？打篮球，帮助。好，接下来呢，我要对你们提出的这个风格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要用最少的词儿。大家的声音了。对啊，怎么有可能听不到了吗？我们调试一下，赶紧，就是要用。听不到，没事，你们继续。对，要用最少的词儿来编出一个最简短的故事。靠默契感应，没问题。对。最简短的词，做出一个最少的词的这种故事，好，来进行接龙。最少的词，好，来，我的朋友没了，没了，就我的朋友没了。好，接下来是小圆儿。在去打篮球的路上。真的是很少。路上打篮球帮助了一个人。OK 了。对啊，就是这么简短故事 ，OK 了，没有问题。好，来短小精悍的一个故事，接下来又要到下一轮，小圆开始。小圆你开始。OK， 挑一个。梦想。OK， 来，接下来是千玺。千玺挑中练功夫啊，练功夫。接下来是小凯的舞台。好，那我们来想一个无厘头的故事，好不好？无厘头的。小圆，你开始啊。这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小明从小就很喜欢跳舞，他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成为舞蹈演员。终于有一天，下一位要接了。终于有一天。终于有一天，他得到一个表演的机会。表演那天，他穿上他最心爱的练功服，开开心心的去表演。过渡的好，最后要说。当小明热泪盈眶的结束了他的演出，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他响起了掌声，这个时候。报社的记者就开始争先恐后的给他拍照，把他的眼睛晃得睁不开，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场梦。
哎，很无厘头啊！啊，对哦，就是晃瞎眼的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做了场梦，对不对？嗯。但是有很多梦，通过努力的时候，还是会达成现实的。太好了，来，那我们已经是说了5个故事接龙了，最后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故事啊，3个人默契真的很不错。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是由千玺先来挑。什么？毕业。毕业。毕业。对，接下来是小凯，你展示一下你抽中的关键词。我是笔。毕业笔。小圆挑中的呢？然后我的到你了，是时间的礼物。时间的礼物。时间的礼物。对，按照刚才的这个顺序，我们要来一个什么呢？感动的故事。感动的故事。时间过得飞快，我们又在盛夏中迎来了我们的毕业季，但今年和往年不同，大家都隔着网络互送祝福。而让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人他没有网络，他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用笔一笔一画的画了一幅全班的毕业照。哦，好温暖呢！没有网络的就用笔。对，接下来小圆收一个尾。当我们所有人都看着那幅毕业照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心里想，这应该就是时间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吧。哎呦，这个点打在了时间送给我们的礼物，真的是太应景了，而且呢，很符合现在大家共同的一种心境啊。其实这个时间的礼物，我觉得你们现在已经收到了。各位，刚才你们不是不停地展示关键词的时候，你们翻过来看一下，其实这就是时间给到你们3位的一份礼物。给镜头看一下好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看上去像关键词，其实已经把你们的首支单曲《Heart》灌在了这个里面。也是给你们的礼物，可以说《Heart》这首歌也是见证了你们所有成长的步伐。那它也是收集了你们很多成长时候的一种心境。在这里呢，我们的直播互动的时间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在进演唱会听歌之前，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跟一直支持和喜爱你们的歌迷朋友再说几句？小凯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最想说的还是感谢吧，因为就是大家支持我们，陪伴我们这么久，所以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也很开心跟大家一路走来的时光。我们呢也会继续努力，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让我们一块儿去做更好的自己。好的，谢谢小凯。接下来是圆儿。我觉得每年的演唱会这一天，每年的8月。比如说今天，对于我们3个来说，对于粉丝们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天吧。对，但今年确实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办法在线下和大家见面。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最后接龙的那一句“时间的礼物”，我觉得非常感谢粉丝们陪伴我们的每一天，也包括我们3个互相陪伴的每一天。我觉得每一天每一种经历都是时间带给我们的礼物，所以也希望大家共同期待，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将每一天都过得更好，大家也一样过得更好，然后来享受时间送给我们的礼物。谢谢谢王源，接下来请千玺也跟大家说一说你想对大家说的话。就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然后希望我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我们3个也会做更好的作品反馈给大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变得更好。在这里要感谢大家对 TFBOYS 走过7年路上的各种各样的支持，他们也会打包好所有在路上的这些收获、这些心情，回报大家更多好的作品。其实趁阳光正好，我们向希望出发，最重要的是和你在一起。接下来我们有请导播把我们的画面继续切回网易云音乐独家上线的2020 TFBOYS 日光旅行7周年演唱会的。